嗨，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是一期久违的爱用品分享。除了一些新品之外呢，今天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使用了整个夏天非常喜欢的一些彩妆单品，有很多伪素颜绝绝子哦。那我们立刻开始吧。好，先跟大家分享我今年夏天最爱的底妆，它是集粉底、隔离还有防晒这样3合1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产品，超级适合懒人。就是这支Chanel 的这支 CC 霜，我超爱这支，是因为这支上脸之后会有那种非常美、非常细腻的光泽感，就完全不会是那种油光的感觉，而是非常自然，就皮肤看起来非常好的那种感觉。它涂完之后呢，就是修饰肤色、提亮肤色，同时还可以有防晒的效果。它是 SPF 50，那像日常防晒它已经足够了，就不需要再叠加防晒霜了，所以用起来超级方便，控油也很好，而且也没有什么闷痘的感觉。总之我觉得这支非常好用，就是像我平时比如说化淡妆或者是素颜的时候出门的话，我就都涂这支，就非常喜欢。其实很多大品牌都有推出这种 CC 霜，但这支呢就是在调色、防晒还有遮瑕上都相对很优秀，非常推荐。好，下一支呢是一个新品，就是我只用了4、5次就已经深深的爱上它，因为真的太好用了，就是这支Charlotte Tilbury 新出的这个白月光粉饼。大家看我今天的妆容，就是除了这2点的高光之外，其他的提亮就是用这支粉饼来实现的。比如说像额头啊，还有这个眼底，还有鼻子上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就要比高光画出来的更加的细腻，就像是自己皮肤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非常自然，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白粉饼，然后带一个大镜子，粉质非常细腻，是亚光的粉饼没错，但是它里面有那种非常小、非常细微的带光泽感的颗粒，在定妆同时呢有那种非常好的提亮效果，就让脸可以有嘭起来的感觉。但这支粉饼呢，就是因为它涂起来很白嘛，所以它的这个使用方法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除非你是那种冷白皮，就是非常白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全脸涂可能也没关系，但是比如说如果你是黄皮的话，这支真的不要全脸涂，就是把它涂在面中的位置。如果你有 CT 的这支柔焦的定妆粉饼的话，你可以用它先整个全脸定一遍，或者是任何的亚光的定妆粉都可以。然后呢，用这支白月光把它扫在额头、T 区、眼底，比如说法令纹、下巴等等，就是你希望能提亮的地方。那在整个化完妆之后呢，我还会用这样的小刷子，在我的这个眉骨啊，还有鼻子呀，还有就是泪沟、法令纹等等这种需要填充的、需要提亮的地方再扫一遍，那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妆感。它跟柔焦这支比呢，虽然没有那么好的遮盖力，但是呢，这支的主要功效就是提亮。用它定妆的同时呢，还可以画出脸上的这个立体感。我觉得它真的也是非常适合懒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品，值得试一试。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今天夏天使用率最高的一个眼影盘，它真的也是一个老网红产品了，就是这支 Chanel 的这支5色眼影盘，色号是 Warm。我觉得它有可能成为我人生中第一支铁皮盘，因为使用率真的超高。这支就是从上市到现在一直都非常火爆，因为它的配色真的是太绝了，就是明明是一个非常粉嫩的这种桃粉色的眼影，但是呢白皮黄皮都可，非常适合画这种白开水的这种日常妆容。我今天眼妆就是用这个底色加高光加棕色，还有这个浅一点这个桃粉色画出来的，这是我最常用的一个组合。而且我觉得这个盘还很绝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底色还有棕色还有高光这3个颜色就是调得非常漂亮，非常的绝。就是如果你不喜欢这2个主色的话，你用这3个底色去搭任何的这种比较粉嫩的这种颜色作为主色的话，它都成立，就是都好看。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不想用这2个颜色的话，我就会搭配一个比如说橘黄或者是紫这样的颜色，都是成立的，都是好看的。所以这支盘我真的是非常喜欢。比如说不知道该涂什么眼影的话，我就会用它。我觉得这支盘真的是香奈儿这个眼影盘中最值得拥有的一支。好，下面就是腮红的部分，先跟大家分享我脸上的这一支。我又发现了一个超级粉嫩百搭而且有提气色的颜色，就是这一支。它呢就是这个 Kylie Cosmetics 这一支腮红，这样三文鱼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这支的名字叫做 Close to Perfect。我觉得对于黄皮来讲，这支真的就是 perfect， 非常完美的一支腮红，就是它这个调色真的非常的棒，就是黄皮涂起来非常的气色好。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自然。这支真的超级百搭，就像日常的妆容，它基本都 hold 得住。而且我觉得这支适合各种画法，就是无论你是画现在像我这样的，这个位置，或者是比如说横向啊，或者是眼底啊，等等等等，它都是成立的。画氛围感，就是全脸扫那种也非常美。这个腮红也是我今年夏天一直在用的一支腮红，它的粉质很棒，就虽然很浅，但是很显色。大家看我脸上的这个腮红，这个层次感，我其实就用了这一支，通过这个深浅的变化，就能画出这样的一个层次感，非常棒的一支腮红。如果你是黄皮的话，超级推荐，一定要入。第二支腮红呢，是我一直戴在身上的，因为它补妆真的超级方便，就是这支Anastasia Beverly Hills 的这一支双头的腮红，它一头是腮红，一头是刷子，就这个设计很像 Makeup by Mario 的那个双头腮红，但是呢 Mario 那个腮红是带光泽感的，这支是哑光。就如果你喜欢这种亚光质地的腮红的话，这支非常非常好用。这支颜色也是非常非常粉嫩的，超级适合画那种就是横向的腮红，画起来非常的嫩。除了当腮红之外，它可以当唇膏来使用，它的质地非常的丝滑，出门带着一支腮红唇膏全有了，就超级方便。好，下两支腮红来自于3CE，大家看这个盒子，就它这个盖子就给人一种错觉，就是颜色很深，因为它这个玻璃是有色的，所以打开之后颜色真的很浅。这支就有点像 Laura Mercier 的那种，就是当年的网红色，比如说 Ginger 啊、Chai 啊这种颜色，就是它可以全脸扫。可以做氛围感，非常非常好用这支。那因为它颜色很淡，就如果你不搭这支，搭其他颜色的腮红也都是漂亮的。这支就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玫瑰色，就涂上之后会有那种女主角的感觉。特别是就是这两支如果搭在一起，用这支打底，大面积打底，那这支呢涂在就是你最想突出的这个腮红的位置上，非常漂亮。好，下面呢就是唇膏的部分。首先就是我嘴上这支非常显嫩的嫩妹色，它就是这个迪奥新出的这一支，它的色号是458。就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颜色黄皮涂不好看，我就是个黄皮，我觉得涂起来很好看，就是这个颜色真的显得非常非常的粉嫩，非常的年轻的感觉。我今天并没有打底，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这种粉雾状的唇膏，但是它也并不是很干，就是属于那种正常干的那种状态，就并没有非常非常显唇纹。我觉得这个系列吧，其实有很多支颜色都很美，近期非常喜欢涂的一个颜色。黄皮的话放心入。好，下一支呢也是一支新品。之前看很多 social media 上的这个博主，他们呢有去做这个挑战，就因为这一支它有非常好的光泽感，而且它能保持这个光泽感不沾杯。没错，就是这一支这个 House Lab Lady Gaga 的品牌的一支唇釉。这一支 by the way 真的非常难买， Sephora 断货很久，最近刚刚买到它，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试一试。这支颜色呢就是一个裸色，我觉得还挺漂亮的，已经干了，而且我用手指这样反复的蹭它，大家看这光泽感还是在这儿，就完全没有影响它的光泽感，然后也没有掉下来任何东西。然后我们现在来试一试网上的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情，没掉。哇，真的完全不沾杯！哇，这是什么神仙产品？我这真的，而且这个光泽感依然是这个状态，真的超棒！哎呦，真的非常非常棒！它好像是一层膜，就形成了一层膜在嘴唇上，所以它就是可以不沾。涂的比较厚的地方就会有这种起块、起皮儿的这种状态出现，就是这支唇膏真的不能涂厚涂，一层涂匀就好了，就可以紧紧的扒在上面。但是如果厚涂的话，就会一块一块的往下脱落。但是已经非常不错的、非常有趣的产品。顺便说一下，这支卸的时候也真的很简单，没有想象那么困难，就是我这样干搓，用湿纸巾就掉了。更多色号 ，please。好，下一支唇膏也是我今年目前为止最爱的一支唇膏，也是一个老网红产品，就是这支非常有名的 Chanel 这支双头唇釉154号，这支真的是，唇语天花板，白开水妆容天菜，非常美。你直接上嘴涂一下，
这颜色真的非常漂亮，黄皮真的放心入，完全没有问题，完全可以 hold 得住。现在我来涂这一边。好漂亮啊！我就每次涂这个唇膏都是这种感觉，就是超级漂亮的一种玻璃质感的这样的一个唇釉，哇，真的太好看了，就是没有语言能够形容它。我觉得这一支唇膏再加上刚才那支就是 Chanel 的这个5色的眼影盘，这一支我觉得真的是女孩们所有的姑娘们都必入的2支产品，超级美，而且就是超级百搭，你上班也可以，日常也可以。这支唇釉就是之前看到有人说它吃火锅都不会掉，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表面这层光泽感的这种唇釉还是会掉的，但是里面这个颜色它干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紧紧的扒在你的嘴上，偶尔掉一点点，但是这个颜色还是完全很明显在那里的，即便它是这样的浅色。然后你吃完饭之后呢，你再刷一层这个唇釉，就又恢复这种玻璃唇的状态。所以这支真的是太绝了，绝子，太好用了，太美了。一定要入。但是因为它颜色非常牢固，所以这支唇膏真的不好卸。But it's okay, I'm okay。就这么漂亮的颜色不好卸 ，I'm okay。好，最后呢还有一个小工具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个，它是一个可以加热的睫毛夹，然后它这边是开关，打开之后呢，这个绿灯就亮了，它就开始自己加热。之后呢就可以这样加了。它跟之前传统的那种烫睫毛的比起来呢，第一就是它加热非常的快，之前那个就是要很久才会热。第二呢，就是这一支它是这个 USB 充电的，然后充电可以用很久。这支真的非常方便，就是可以同时加，然后加热定型，所以这个睫毛加起来就会更卷翘、更自然、更好看。但是呢，这支大家看，就是它的这个距离还挺短的，就可操作的距离。所以，用的时候需要非常适合的自己的这个眼型的一个角度去加它。总之这支就是需要练习就可以了，或者就是你可以先拿睫毛夹，就是夹一遍，特别是这个比较不好夹到的位置，直接用这个热度去烫它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呢就完全不会烫到眼皮。比较安全，就像木棍的那种，我真的是比较手残，我真的是之前尝试过，就会烫到自己，这个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好啦，那今天的爱用品就先到这里，下次再见喽，拜。